小伙为了看一场免费的电影能有多拼，他竟然发明了15种方法和检票员斗智斗勇。大伟找来一件大衣，2个7尺男儿硬生生的变成了一个人。他们自信的走了进去，2米高的个子差点碰到了天花板。检票员好奇的看着他，忽然看到腰的位置有双腿，4条腿的动物经常见，人还是第一次。然后打开大衣发现了大伟，他们只能灰溜溜的离开。这一次白毛找来行李箱，打算让大伟藏在里面，就可以瞒天过海的拉进去。但是大伟怎么都进不去，只好换白毛了。虽然白毛很瘦，但还是要蜷缩在一起才能拉上拉链，然后贴上标志，若无其事的拉了进去。检票员问他里面什么东西，大伟表示非常珍贵，既然这么珍贵，一定要保护好它。检票员贴心的为他缠上保鲜膜，检完大伟的票就让他进去了。这个方法还不错，就是有点太费人。第3种方法就是伪装成演员，自己看自己的电影应该不收费吧。白毛假装成他的粉丝，当他拿给检票员看时，检票员看到他和画报上一点也不像，问他那头飘逸的秀发呢？大伟表示昨天刚剪了，再仔细一看还真有点像。如果你不忙的话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那大伟表示没问题，然后他就走进了电影院。这个方法也好使。第4种方法是卖萌，大伟觉得咱俩长成这样哪里有萌，白毛却自信的认为可以一试。他们走到检票员的面前，坦言只有1张票，可不可以让他们2个进去？检票员一口否决了。白毛开始撒娇卖萌，还是不行，他只好摘下大伟的眼镜。没想到检票员被瞬间融化了，这也太可爱了，竟然破例让他们进去了，又成功了。这一次他们推来大的纸板箱，让大伟藏在里面。白毛推着他走到检票员的面前，并且表示自己来送货的。检票员拿起刀子准备检查一下，没想到大伟坚持不住摔倒了，被检票员赶了出去。很快白毛又想到了好主意，他们打算使用催眠术，拿着吊坠在检票员的眼睛里晃来晃去，然后再打一响指。检票员竟然莫名其妙的让他进去了，又多一个可行的方法。这一次更奇葩，他们竟然买来这么大的爆米花。大伟藏在中间，白毛把他推到了门口。检票员很惊讶，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爆米花。白毛说这就是他一天的伙食，然后很自信的推了进去，又成功了，不得不服他们的脑洞。这一次大伟竟然变成了白毛的影子。再练习一下举止动作，白毛一路举着手电筒维持影子的形状，在检票员的诧异下，影子先进去了，白毛也紧随其后。好奇怪，这里明明有灯光，为什么我没有影子？检票员决定进去查看一下，刚坐上沙发却被吓了一大跳，什么影子这么实在？反应过来的2个人赶紧逃跑了。这个方法行不通，白毛又伪装成了服务员，大伟藏进小推车里，开开心心的来到检票员的面前。既然是同事，就让他进去了。得逞的2人刚一坐下，检票员就进来了，大伟赶紧藏了起来。他让白毛送完东西赶紧去工作。没有办法，2个人又推了出来，这个方法失败了。这一次大伟要假扮成婴儿，坐在小推车上，白毛很费劲才推动了他。检票员看他这么可爱，非要喂他奶瓶喝。大伟也很配合，喝得很带劲。他们再一次骗过了检票员。这一次白毛变成了蝙蝠侠玩偶，让大伟把他抱进去。白毛一个姿势保持不动，检票员看来看去没有发现异常，就让他们进去了。这样也可以。白毛胆子更大了，竟然假扮成同行取代检票员的工作，开除了他，自己变成了检票员。无奈的小特只好恢复了平民。这时大伟邀请他看电影，但是只有1张电影票。没有关系，大伟有的是方法。他让小特帮他喷上白色的颜料，变成了一尊雕像，然后2个人自信地走了过去。没想到白毛一眼就认出了他，你当我是瞎子吗？果然身经百战的白毛不容易上当，他们只好离开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多种方法，你觉得哪个比较靠谱呢？为了免费吃顿饭，小伙也是拼了，竟然想出了15种方法和服务员斗智斗勇。不管3星级的餐厅有多贵，他们只想吃免费的，但是倔强的服务员不允许任何食物带进来。小伙决定给他上一课，他们摇身变成了美食家，准备了一个饼干做的奖杯，然后再把海苔粘在笔记本里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服务员以为是来颁奖的，客气地把他们请了进去。没想到一转身的功夫，2个人就忍不住吃了2口。服务员好奇地抢过他的笔记本，怎么是黑的？闻了一下才发现是海苔，就连奖杯也是饼干做的。服务员生气地把他们赶了出去。很快白毛又想到了好办法，他拿来2个滑板，把4只轮子卸掉，换成了面包板的车轮子，自信地再次走进了餐厅。服务员看到他们的滑板，立马来了兴致，表示很想玩一次。没等老王同意就抢了过去，等他站上去时，车轱辘就歪了。服务员拿起来一看，才发现是面包做的。这一次又失败了，2个人灰溜溜地逃跑了。这一次他们要把棉花糖带进去，老王要牺牲一下了。白毛在他的头上戴上保鲜膜，把棉花糖整个套了上去，老王变成了老头。服务员很惊讶，这才几分钟不见，你都老成这样了。然后就请他们进去了。2个人刚坐下就开始吃了起来，不一会的功夫就吃完了。
我刚离开1分钟，怎么又变成黑头发了？老王淡定地告诉他，刚染的头发掉色。说完赶紧离开了这里。这一次他们要把薯片带进去，准备了一个宠物背包，把零食放好以后，再放一张狗狗的照片，然后提着宠物包就走了进去。服务员看到这么可爱的狗狗，刚想去摸一下，立马被老王制止了。这可是只恶犬，你最好不要碰它。这个方法果然好使，两个人成功吃到了零食。这一次他们要伪装成快递员，自己给自己送快递。服务员也没有起疑心，就让他们进去了。这样也可以，他们又成功了一次。这一次他们要用软糖做成钥匙链，几乎和真的一模一样。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。服务员看到又是两个大聪明，虽然他们没拿东西，但还是要搜一下。从口袋里找到一个钥匙链，服务员以为是吃的，直接咬上一口，牙齿差点硌掉了，竟然是真的。这时白毛拿出他的钥匙链，还要不要检查？服务员长了教训，让他们进去了。两个人开心地吃起了软糖，在这里吃果然味道不一样。这一次更奇葩，他们把真的棉花变成了棉花糖，两个人也变成了设计师，还很自然地向服务员显摆，这就是创意。然后闻了一下，很像棉花糖，再尝一下，还真是棉花糖。两个人被识破了，被服务员赶了出去。很快他们又想到了好办法，这一次扮成了清洁工，服务员让他们赶紧打扫，没想到他们坐下就开始吃拖把，就连海绵擦也可以吃。服务员闻着味道走了过来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味。老王赶紧解释这是真的扫把，味道是从厨房飘过来的。没想到他真的上当了，他们又成功了。白毛又想到了好办法，他要把火腿肠涂成黑色，变成棍子。老王则拿来一个面包，装上对讲机的天线，变成了真的对讲机，然后大喊着冲了进去，告诉服务员这里可能有歹徒。胆小的服务员快要吓死了，差点晕过去。白毛让他离开这里，然后两个人开始了大快朵颐，吃得不亦乐乎。果然还是在这里吃得更香。这一次更过分了，他们要假扮成服务员，用饼干做一个徽章，再用软糖做成杯垫，黑色的泡泡糖粘在托盘上。他们一本正经地走了过去，表示是来换班的。没想到服务员真上当了，于是下班离开了。他们赶紧开吃，这时服务员又折了回来，看到两人吃的东西，愤怒地让他们赶紧离开。好遗憾，差一点就成功了，但是他们不会轻易放弃。这一次打算用绳子糖做成羽毛球拍。当他们小跑着来到餐厅时，却被服务员一眼看穿，这是什么球拍绑得这么松？扯下来一看，原来是软糖。他们又被赶了出来。这一次白毛把叠叠乐换成了甜甜圈，老王变成了小朋友，抱着他的玩具来到餐厅。服务员很好奇小弟弟怎么一脸的胡子，白毛赶紧说他那是汗毛，然后就让他们进去了。两个人开心地吃起了甜甜圈。不得不说，他们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。你做过哪些藏零食的方法呢？欢迎评论分享。国外小伙为了藏零食，竟然发明了15种方法，但是门口的检票员比猴还要精。大能看到女孩把三文鱼放进爆米花桶里，检票员一点也没发现，就放她进去了。大能也想试一下，于是把一条咸鱼放进了桶里，自信地走了过去。检票员迷离地看着他，这么大的鱼，你是去煲汤吗？接着一拳送他离开。大能不甘心，他把好朋友小豆找了过来，看了一眼警惕的检票员，小豆觉得没问题。这时旁边的小伙把糖果放进帽子里，然后戴在了头上。这么 low 的方法肯定不行。两个人在旁边看戏，没想到小伙竟然进去了。大能很惊讶，小豆提议他们也可以。两个人戴着高帽子缓缓走来，小豆礼貌地打了个招呼。反应过来的检票员也毫不客气。小豆见状，只好自己动手。两个人变成了无头苍蝇。这个女孩很聪明，竟然把冰淇淋藏在了头发里。在一旁吃瓜的大能兄弟觉得可行，他们也把冰淇淋放在了头上，然后面带微笑地去看电影。检票员看着两个大聪明，小手一点也不留情。这两个人更厉害，直接拿着零食去看电影。被拒绝后，小伙打开披萨盒子，检票员的眼睛一直盯着看，不一会就被催眠了。然后打一响指，检票员变成了小狗，一颗糖果就把他引开了。大能还以为天上掉的糖呢，下一秒检票员就扑了过来。女孩把面包放进可乐杯里，还骗过了检票员。大能和小豆也把面包放进可乐杯里，检票员没有任何发现，就让他们进去了。两个人开心的像个孩子，只是他们的面包已经变形，没有零食还怎么看电影？他们又跑了出来。这时一对情侣也来看电影，大能和小豆也想到了好办法，两个人变成了情侣。检票员看着这么般配的两人，又尝了一口小花，心照不宣地掀开盖头。小豆看到别人把零食粘在腿上，赶紧打电话给大能。大能果然不负众望，两只腿上粘得满满当当，自信地走到检票员的面前。这次我可什么都没带，那你这是毛裤吗？我说是毛裤，你信吗？检票员的同事也来看电影，两个人对了一下暗号，就让他直接进去了。这是个好办法。小豆伪装成了检票员，你可以回家了。但是他也太敬业了，看到大能不但不放行，还要补一拳。
被检票员发现后，把他绑了起来。两个人破釜沉舟，买了3张电影票，邀请检票员一起看电影。检票员从怀里拿出3根棒棒糖，一人一根，开心地跑进了电影院。这些奇葩迷惑的行为，我们看完哈哈一笑，可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国外小伙为了和宠物看一场电影，竟然发明了15种方法和检票员斗智斗勇。他们想牵一匹马进去，两个人伪装成了西部牛仔，潇洒地来到检票员这里。电影是人看的，马儿怎么看得懂？再说电影院也不允许带宠物。白毛赶紧说这不是马，而是他的家人，你们当我眼瞎吗？检票员生气地把他们赶了出去。这次失败了，他们又牵来一只猴子，自信地来到门口，猴子也不能带进去。什么猴子？这明明是我弟弟，他只是化了很淡的浓妆。没想到检票员居然相信了，放他们进去了，终于可以和猴宝宝一起看电影了。这一次他们要带一只狗进去，用毯子把它包好，小狗变成了宝宝，然后抱到检票员的面前。检票员很好奇，他很想看一下宝宝的长相，两个人只好说他在睡觉，但是经不住检票员的软磨硬泡，只能看一眼啊。白毛快速地掀开毯子又盖了回去，这小脸蛋也太像你了。说完就放他们进去了。他们成功和狗狗看了一场电影，这次他们要带喜鹊进去，两个人变成了通灵者，一通胡言乱语，还真把检票员唬住了。你爸是男的，你妈结婚了，猜的也太准了。检票员当时就相信了，但是这只喜鹊还是不能进去。这哪是喜鹊，它是我们力量的源泉。检票员深信不疑，就放他们进去了，又成功了一次。这一次他们要把刺猬带进去，你们觉得他们能成功吗？他们把它放进一束花里面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检票员闻了一下，怎么有泥土的气味？但他还是想买一束送给妻子。白毛想了一下，告诉他这个20，这个15，价格怎么还不一样了？还是买15的吧。这一次他们又成功了，他们要把牧羊犬带进去。于是两个人伪装成了特工，然后告诉检票员他们要进去检查，并且拿出了搜查令。胆小的检票员就让他们进去了，这也太容易了，又一次成功了。这一次他们要把小猫带进去，在盒子里面放上很多毛绒玩具，不仔细看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两个人每人带一只，检票员还真的没有发现，他们又成功了。两个人乐此不疲，这一次他们要把白猫带进去。大伟穿了一身毛茸茸的白衣服，白猫就藏在他的腰间，假装成有钱人就被推了过去。拿出的电影票有很多张，检票员很好奇他穿的什么材质的衣服，却被腰间的白猫吓了一跳，无情地把他们赶了出去。这次更加奇葩了，白毛变成了蜘蛛侠，大伟成为了他的女朋友，礼物盒里面是一只蜘蛛。你怎么把你自己带来了？检票员也没有多想，就让他们进去了。这一次他们要把小强带进去，于是伪装成了蟑螂清洁工。听说有人举报这里有很多小强，并且拿出了小强的样本，检票员害怕了，就让他们进去消除了。这一次他们要把金鱼带进去，还想到一个好办法，把金鱼变成了钥匙链。当检票员看到时，赶紧告诉他这鱼是假的，只是个模型。没想到他竟然相信了，又成功了一次。这一次他们要把兔子带进去，于是变成了魔术师。检票员对他们的魔术充满了好奇心，抢过帽子打算变一只兔子，还真的被他变了出来。两个人赶紧为他鼓掌，跟我俩玩呢，是个人都能玩魔术。然后就把他们赶了出去。不得不说，这检票员也太敬业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养过哪些宠物呢？